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安然，今年35岁，是一家私营企业的普通员工，工作轻松，但薪水不高。我的丈夫叶飞是一家合资企业的高管，工作繁忙，收入比我高出几倍。我们相遇只是个意外。那天我陪朋友去相亲，然而相亲那天叶飞对我感兴趣，而不是我的朋友，这导致我们和那位朋友关系闹僵。我家人得知我们谈恋爱后，婆婆持反对态度，她认为叶飞本科毕业，而我只有中专文凭。此外，我家还有2个弟弟在上大学，每月我都要寄钱回家支援父母。我们的背景差异很大，婆婆认为这是我们在一起的不合适之一。从那时起，尽管婆婆清楚知道我的存在，但她还是不断安排亲朋好友介绍对象给叶飞。幸好我和叶飞的感情很牢固，每次她被婆婆逼着去相亲时，都会事先告诉我，而且她每次见到相亲对象时都会诚实地告诉对方，他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只是被逼着来相亲而已。由于叶飞每次如此坦诚，导致别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好，婆婆更是恼火不已。为了逼我和叶飞分手，婆婆曾私下找过我，甚至表示只要我愿意离开叶飞，她就会给我一笔钱。她还说，即使我和叶飞结婚了，她也不会承认我这个儿媳妇的身份。我以为婆婆只是开玩笑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。每次和叶飞约会，我们俩刚见面没多久，叶飞几乎总会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，她总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或者家里出了些什么状况。总之，她总是想让叶飞赶紧回家，因为她真的不希望我和叶飞在一起。有时候我也感到很困惑，婆婆明明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可她为何对我这个同样是农村出来的女孩那么反感呢？为了讨好婆婆，我按照叶飞的建议，每逢年过节都会精心挑选礼物给公公和婆婆。去他们家时，我会主动帮忙收拾，主动买菜做饭，希望能给公公和婆婆留下好印象。经过5年的相处，我和叶飞终于得到了公公和婆婆的认可。不久之后，在没有彩礼的情况下，我们决定结为夫妻。那年我28岁，叶飞30岁。因为我们都不再年轻，所以生孩子的计划也成为了我们的日常议题。婆婆时常催促我们生孩子，可这并不是我们说想要就能立即实现的事情。从备孕到怀孕，我们整整花了3年时间。期间，我经常受到婆婆的责备和指责，她怀疑我是否在与叶飞在一起之前与其他男人有过关系，导致我迟迟不能怀孕。婆婆还说，叶家只有叶飞一个独子，而且叶飞是家族3代单传的唯一传人。如果我不能给他们叶家生下一儿半女，那我就是罪人。她甚至暗示我，如果不能生育，就不配成为叶家的一员，甚至不配见他们叶家的祖先。这些话给了我巨大的压力，我经常做噩梦，梦到因为不能生育而被叶飞抛弃。每当梦醒后，我都感到心情沉重，整天都无精打采，做事也提不起劲。叶飞得知后，她以柔声安慰我，告诉我要放松心情，将婆婆的话当作耳边风。她劝我不必太过在意，生孩子的事情顺其自然，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为了让我放松心情，叶飞特意请了几天假，带我出去旅游。我们在旅途中享受着彼此的陪伴，快乐地度过了几天。回到家后不久，我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当我向叶飞传达这个好消息时，我们俩欢喜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整个孕期，叶飞都非常关心照顾我，他减少了社交应酬，没有空闲时间就陪我散步聊天，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心。婆婆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，她每天都全心全意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不过，她总是念叨着希望我能给他们叶家生一个健康的孙子，因为她不想叶家的香火在我们这一代断绝。这种无形的压力让我感到不安，因为生男生女并非我们能够控制的。我经常因此失眠，担心自己一旦生下女儿，会受到婆婆的指责和压力。然而，命运弄人，几个月后，我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婆婆得知消息后，没有看一眼孩子，径直离开了医院。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借故说与朋友约好了旅行，因此无法照顾我。叶飞只好打电话给我的母亲，请她过来照顾我坐月子。母亲二话不说，立即赶来照顾我坐月子，直到我康复后才返回老家。由于当时正值农忙季节，父亲一个人在家忙得不可开交，所以母亲无法长时间留在我身边。女儿萌萌满月时，公公和婆婆给了她一个200块的红包，这让我心情五味杂陈。尽管公婆已经退休在家，但他们却不愿意帮我们带孩子。我在产假结束后辞职在家，因为没有人帮忙照顾孩子，只能自己在家带孩子做家务。每天我负责买菜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还得给全家人洗衣服，甚至连公婆的衣物也是我手洗的。由于要忙家务，有时不得不把萌萌放在婴儿车上，才能有空做其他事情。但萌萌还太小，不喜欢长时间待在婴儿车里，她一哭，我就会被指责，说我连一个孩子都照顾不好。我很气愤，但又不敢反驳，因为不想让叶飞左右为难。终于熬到萌萌1岁，她长大了很多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。本来我没打算那么快要第2个孩子，但孩子却来到了我们的身边。我想过要终止妊娠，但叶飞和公婆都不同意。他们说，既然孩子来了，就是夫妻俩的缘分，劝我留下这个孩子。我心软了，最终决定把孩子留下来，但每天都过得非常辛苦。因为萌萌这个阶段特别依赖我，喜欢我抱着她，我觉得每天都很辛苦。婆婆虽然会帮一些家务，但我仍觉得很辛苦。这次怀孕反应很大，几乎吃什么都吐，导致我瘦了好几斤。我想也许再熬一阵就会好了。做母亲本来就不容易，好不容易熬到36周，因为羊水偏少，不得不接受剖宫产手术。然而第2胎还是女孩，这让公公和婆婆非常生气，因为连生2个女儿，我在叶家没有地位。婆婆经常责备我，她说我肚子不争气，还说我命中无儿，我这辈子都是做外婆的命。我很难过，但叶飞并不在乎孩子的性别，他觉得只要是他的孩子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我们管不了下一代人的事。叶飞让我用平常心对待，他负责挣钱养家，我只要负责照顾好孩子，让他无后顾之忧就行。至于公公和婆婆说的话，我可以不予理会，因为我不是和他们过日子，和我过日子的人是叶飞，只要他不介意，其他都是无关紧要。我认为叶飞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从那时起，无论婆婆如何责备我，我都不在乎，更不会放在心上。婆婆邀请客人来家里吃晚饭，因此我中午被婆婆特意派去超市买食材，准备晚餐。从下午3点开始，我就忙着一边带孩子，一边洗菜做饭。
而公公只顾自己喝茶，婆婆则沉迷于追剧。尽管我请求他们帮个忙，哪怕是带孩子也行，但公公和婆婆却置之不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给叶飞打电话，并解释了情况。很快，叶飞就从公司赶回家来，他接手了孩子，我继续做饭。不久，客人就到了，饭菜也准备好了。我们急忙让客人洗手吃饭。席间，公公、婆婆和客人聊得很开心。然而，当我喂完孩子后准备坐下来吃饭时，婆婆开始频频叫我去拿东西，不管是汤勺、陈醋，还是叫我去热菜，她都找各种借口让我离开餐桌。吃饭1个小时里，我被婆婆叫了5次，每次理由都不同。我突然注意到叶飞脸色变得很难看，而婆婆却神情愉快。客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婆婆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突然说蒸虾蘸芥末很美味，要我去厨房拿。我起身去拿，叶飞却立即拉住了我，她严厉地命令我坐下来吃饭。当婆婆看到叶飞站在我这一边后，她显得很不开心。她用一种阴阳怪气的口吻说道：“哎呀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叫一下儿媳妇都不行了，看来真的是把我忘记了。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到头来还不是什么都得听他老婆的。你们说，这当妈的多难受啊！”听完婆婆的话，我匆忙站起来，准备去厨房拿芥末。这时，叶飞突然推倒了桌子，我看还是不吃了吧，我老婆不伺候了。叶飞说完，就把我带走了。然后我们去了酒店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暂时住在酒店。第2天，叶飞自己回去收拾行李，而我带着孩子回到我们的新房里打扫卫生。一开始，我们其实是想结婚后就搬进新房独自生活的，但婆婆不同意，她觉得一家人住在一起才热闹，所以我们只好妥协。新房装修好后一直空着。这次吵架后，我们决定搬了出来。叶飞知道我在婆婆家里一直受委屈，她早就不想和婆婆一起住了。其实我也不愿意让她为难，所以一直不同意搬走。这次的事情让我们彻底忍无可忍，所以我们决定要离开婆婆他们，生活在自己的独处中。我们的日子变得愈发开心，因为不再有人为难或责备我们，我们也变得更加自在。我的心情也明显好了很多。考虑到叶飞一个人负责养家并还房贷，再加上有2个孩子后，生活的压力更大，我决定出去工作，为他分担一些压力。起初叶飞并不同意，因为2个女儿还太小，需要人照顾。但我们经过沟通后，决定把我母亲接过来帮忙照顾孩子。没想到一通电话后，母亲立即答应了。3年后，我决定重新踏入职场。虽然脱离社会已经多年，但我只能从最基础的岗位重新开始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我在一家超市找到了工作，成为了一名收银员。由于我曾学习财会专业，在超市工作了1年后，我被调到了财务部门，成为了一名出纳。我的工作虽然不算太辛苦，工资也不算高，但经济独立后，我变得更加自信了。而叶飞因为我们搬出去独自生活后，婆媳之间的矛盾基本消失了，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她的事业也变得越来越顺利。她不仅在工作中获得了晋升和加薪，我们还买了一辆代步车。连续几个月，我们一家4口都没有回婆婆家吃饭，可能是受到亲戚的劝说，或者他们自己反思。婆婆主动打电话邀请我们带孩子去玩，但我委婉地拒绝了。后来，母亲劝我说，不管公公婆婆再怎么不好，他们毕竟是叶飞的父母，
我应该多理解一下。他指出，老人家想法与我们不同，他们考虑的事情也许没有我们周全。母亲说他是过来人，理解我们的不易，但也希望我们能给孩子做出榜样，不要忽略了公婆的感受。我听后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，于是我们每个周末都带着孩子回去婆婆家吃饭。与此同时，我和婆婆的关系也渐渐缓和，她开始尝试和母亲一起帮我们照顾孩子。后来，由于家里有事，母亲不得不匆匆回去，婆婆和公公主动提出帮我们照顾孩子。我们一家人的相处越来越融洽，隔阂也逐渐消解，大家都学会了相互理解和体谅，我们的生活变得平淡而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